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喜小厨和他的菜园子。又到了每个月的 Garden Tour 的时间。今天呢，主要2件事儿。第一件事儿呢，就是逛一下菜园子，顺便采收一下需要采收的瓜果蔬菜。第二件事儿呢，我们这里已经是深秋了，然后需要做一下换季维护。好了，话不多说，我们开始吧。先去采收一下该采的瓜果。这石榴树一会儿该剪了。我们先来摘这个火龙果吧。火龙果已经红了。火龙果在1个月之内已经是第3次摘了，因为这颗火龙果是第一次结啊，我也不期盼它结太多。今年一共是结了6个，期盼着就是明年后年会越结越多。很可爱吧？然后火龙果的下面呢，我今年做了调整。以前旁边是另一颗火龙果，但我把那颗火龙果移植到盆里了。然后这个下面移栽了我之前在另一边种的小草莓。看这个草莓移栽之后已经开花结果了。这边还有一个没成熟的，等着变红的火龙果。这里还有一个正在变红的。全景看一下。好，今天咱们是反向走，跟平常走的路线不太一样。反过来走，我们往这边看，像大荷花一样。这个是芋头，长得这么大了。这边是斐济果，斐州也有结果，但是这个果实还不够大，现在还不能摘，再过1-2个月吧。然后柿子树我已经摘过1次了，这是第2批。上次摘的时候这些都没有红透，今天可以摘了。这个小铃铛我觉得还挺有用的，我的柿子1个都没少。通常摘柿子不能像我这样把树枝直接剪掉啊，但是由于这个枝杈支出来了，挡住过道了，我摘完柿子就要剪，所以无妨了。现在就剪掉，更方便摘。这个柿子8成是里面有虫子，看这个疤痕在，它很小的时候我就感觉这几个柿子有问题。前段时间上次摘的那批呢，果然这里面是有那个小虫子的。所以这个不一定能好啊，摘下来切开看看吧。这几个长在一起了，我有个小网正好罩上，就保护的比较好。这一串有3个，这2个有点小，而且还没有红透，需要等一等。我摘这一个，这个稍微大一点，然后红的颜色比另2个深。这个先不摘，等一等。这个颜色还不行，把前面这个摘掉。这边这几盆在花盆里的是茄子，这几棵原本是种在菜床里的，然后由于我的菜床后面今年种的瓜，把它们的阳光都挡住了，所以没有阳光，长得非常不好。小苗一直是在10几厘米就不长了，所以我是在2月份，将近不到2个月前，把它们移到这个花盆里，放到有阳光的位置了。
所以这个茄子呢就成熟的比较晚，现在还在开花，刚刚开花。鉴于我们这边的季节现在已经是深秋了，夜间的温度最近已经低于10度了，所以茄子怕冻怕冷，如果再冷它就不会开花结果了。所以我今天呢就要把它们搬到温室里面去。可以看出前几天啊，它们已经受冻了，这个叶子都黄了。希望搬到温室里之后，它们可以延长这个开花的时间，争取今年入冬之前我们收一批。那既然已经到温室了，那我就再摘一些青椒和辣椒吧。青椒温室里的结得很好啊，还在开花，这一棵已经陆续的结了几10个果了。特别是辣椒啊，简直一年四季有3个季节在结果。这红色的小辣椒都可以摘了，然后绿色的呢可以继续挂在这个树上，等它红了再摘。这个大的瓜，这瓜很沉的，很老了，这个是很老的瓜，我是特意留在藤上，接种子的。今天要换季嘛，我今天要摘下来，很老了。哇，哎呀，救命啊！太沉了。不知道，感觉至少能有3公斤。如果是正常吃的话，不用等到这么大，一般留到大概30厘米就可以开始吃了啊。30、40、50厘米，这个至少有50厘米了吧，又粗又重。跟我这个桌子还有其他的蔬菜对比一下个头哈，就知道我这个桌子是60厘米还是70厘米直径的，60、70直径的。能有将近1米长了。今年长得不是很好，要不然整个上面的架子应该是爬满了的。所以这个菜床都要清掉了，里面不论是种的瓜也好，西红柿、番茄都要拔掉了。天气凉了，种不了了。夜间温度低于10度，白天温度偶尔会低于15度，这样的温度，这些夏天的蔬菜基本上都活不成，即使是活着也是委委屈屈的，长得不好。这上面还有几个果儿没熟。豆角这是特意留的种子，已经变老了干了，然后这个种子就可以收。这边这个菜床的豆角特别多，然后瓜也特别多，像这种小的瓜，这个瓜我今天不收了，这个瓜还有几根很嫩的，我决定再留个3天到5天，让它们再长一长，然后整个这个菜床里的瓜藤我就拔了，今天就先不拔了，然后等这几个小瓜再长一下。老瓜也有啊，这个老瓜看都变色了，老瓜是变成像南瓜一样的颜色啊。这是老瓜，豆角基本上也过季了，摘一个给大家看看，这种熟透的，当然不一定要等到这么黄才摘啊，就是这种熟透的，我再摘一个不是很黄的给大家瞧瞧。这种啊，这种3档，这豆角的3个档，一个是变黄了，一个是皮都干了变黄了，然后另2个就是那个还绿的，但是豆已经非常饱满了。那我们现在就看这个3个档的豆角，先扒这个皮黄的，这个肯定是熟透了。这个豆呢，就一颗一颗的，就是大白豆，豆也干了。第2档是这个
皮开始干黄了哈，但是还没有干透。这种豆非常好，也是熟了的。这豆还是湿的，这豆是可以吃的这种状态，但这个皮就没法吃了，纤维特别重，你咬不动。要是这样的豆也可以留，刚才这个豆就直接收起来留种子。这个豆呢不能直接种，这豆是很湿的，它里面有很多水分，要晾几天，把它晾干，晾1个星期吧，在那个阴干的地方，不要暴晒啊，阴干的地方有棚子的地方把它晾干，然后再收起来留种。然后第3个更年轻的哈，这种也是吃起来很老了，这种豆荚也没法吃了，非常硬啊。如果你把它煮了，你会发现非常硬，没法吃。但是它里面的豆已经一颗一颗的很饱满了，鼓出来了。这种豆其实也是可以留种的，跟刚才那个第2个阶段的差不多，但它必须跟刚才那一批是一样的哈，必须也是阴干。你看这种豆就非常大，当它干了以后豆就缩水了，也很小。这种也是发育成熟的种子，也可以留种。这是3种哈，都可以留种。要过季了嘛，这些豆角到时候再过1、2周我就都拔掉了，然后这些豆就可以收起来，留着明年继续种。那么我拔掉了种什么呢？当然是秋冬菜啦。我之前发过关于秋冬菜的种植，秋季种菜3部曲，好像分3个视频发的。然后下一期视频呢，就是5月，到那个时候我应该就是已经种好了。我在 Garden Tour 给大家看一下我种了什么秋冬菜，基本上就是一些秋季嘛，秋冬季就吃绿叶类的蔬菜了，还有一部分根茎类的。好啦，今天的 Garden Tour 呢，有一些收获，还不错啊。我每个星期都会过来收各种瓜果。种菜的乐趣呢，不就是种菜的过程，然后享受种菜的果实吗？今天呢是2025年4月8号，这个视频发布的时候呢，就应该是4月中旬左右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这些收获，还有喜欢种植家庭园艺，请继续关注我的频道，咱们一起享受种菜的乐趣，分享种植的经验。好了，感谢您收看这一期的节目。咱们下星期再见。